Toyota's CEO just dropped a bombshell, a zero-emission combustion engine that could obliterate the EV industry. A new kind of engine, no emissions, no limits. Toyota just changed the game. 在全球汽车产业竞相投入更优异电池技术研发的浪潮中，丰田汽车采取了一条独树一帜的道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宇宙中含量最为丰富的元素氢。这种策略摆脱了对充电站的依赖，也无需担忧电池寿命衰减的问题，其核心是纯粹的能量，并且能够实现零碳排放。这不仅仅是一项引擎技术的革新，更像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对于目前在电动汽车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特斯拉而言，这或许预示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挑战者的出现。这便是氢燃料引擎的故事，一个极有可能颠覆现有汽车产业格局的创新。当全球的目光都聚焦于电动汽车的研发与普及之时，丰田汽车正悄然地进行着一场关于汽车未来的变革。他们的工程师团队正潜心于一项令人意想不到的项目，赋予传统汽油引擎全新的生命力，使其能够完全依靠氢气作为燃料运行。这项在实验室中诞生的成果，其外观与普通的发动机几乎没有差别。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当引擎启动时，其排气管排放的唯一物质竟然是纯净的水，没有恼人的烟雾，也没有造成空气污染的有毒碳排放，只有清洁的水蒸气。这并非仅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的实验性技术，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概念。丰田汽车已经将这种氢燃料引擎实际应用于车辆上，氢动力赛车正在不断刷新赛道记录，氢动力卡车也已开始承担起运输重型货物的任务。所有这些车辆的燃料加注过程都仅需短短几分钟，与传统的燃油汽车别无二致。试想一下，未来我们将不再需要在充电站焦急等待，不再需要担心严寒天气对电池性能的影响，却依然能够享受到与汽油引擎相媲美的动力性能，同时实现真正的零排放。这正是丰田汽车目前已经实现的重大突破。然而，真正令人惊叹的地方远不止于此，请继续关注，我们将深入剖析这项堪称疯狂发明的精妙之处，请您坐稳。揭秘氢燃料燃烧引擎。一项被低估的汽车创新，丰田的氢燃料燃烧引擎或许是当前汽车领域中最值得关注却尚未被充分理解的创新技术之一。它不仅仅是一项替代燃料的实验，更是对可持续交通方式的彻底重新构想，并且难能可贵地保留了驾驶者真正喜爱的驾驶体验。让我们首先从尾气排放谈起，更准确地说是零排放。我们都熟悉传统汽油引擎排放的污浊废气，或许也曾默默期盼科技能够找到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而现在，得益于丰田的创新，这项氢动力技术奇迹般的仅仅排放纯净的水蒸气，仅仅这一点就已足够令人震撼。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台引擎在运转过程中甚至能够吸收并净化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这意味着日常的通勤出行不仅不会污染环境，反而能够帮助净化大气。这种潜在的碳负排放特性，使得每一辆搭载该技术的汽车都成为一个移动的环保解决方案，这是目前任何纯电动汽车都无法比拟的。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氢燃料的加注，氢能的另一项显著优势。电动汽车的车主们都深知充电的种种不便，寻找充电桩花费数小时，等待充电，以及围绕充电地点规划行驶路线等等。而氢能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氢燃料的加注时间与传统汽油的加注时间几乎相当，丰田的赛车团队甚至已经将加注时间缩短至惊人的90秒。对于需要高效出行的个人用户和商业运营者来说，这无疑是一场颠覆性的变革。卡车司机、快递服务乃至选择自驾出游的家庭，都将不再需要为了充电而重新规划行程，整个过程变得无比便捷高效。引擎盖下的技术同样至关重要。电动汽车严重依赖于装载大量稀有金属，如锂钴的巨型电池，而这些原材料的开采过程本身就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以及复杂的供应链挑战。相比之下，丰田的氢燃料燃烧系统主要采用了传统的汽车零部件。是的，您没有看错，那些机械师们使用了数十年的活塞、曲轴等部件，依然可以在氢燃料发动机中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向更清洁的车辆转型成为可能，而且不会带来新的环境问题，也不依赖于稀有金属的不稳定供应链。这是一种更为明智的清洁技术方案，并非仅仅将污染转移到其他地方。然而，尽管这项技术如此令人惊叹，它的性能表现又如何呢？对于追求驾驶性能的爱好者来说，这项发明同样令人兴奋。丰田的赛车原型车在一个赛季的比赛中动力提升了 24%， 扭矩增长了 33%。
Grassola 2和 Garish 2这两款车型充分证明，环保与驾驶乐趣并非水火不容。相比传统的赛车，这些轻动力赛车甚至成功减重了88磅。它们绝非迟缓的科学实验品，而是名副其实的性能机器，恰好具备了清洁环保的特性。引擎的轰鸣声、精准的操控感以及澎湃的驾驶激情依然得以保留，驾驶者无需再背负环保上的负罪感。新技术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安全方面的疑虑，尤其是在轻动力这样一个充满未来感的领域。但丰田汽车通过实施多重安全防护机制，有效地化解了这些潜在的风险。高压储氢罐采用了经过丰田未来 Mirai 燃料电池车验证的成熟技术，先进的传感器能够持续监测车辆的运行状态，及时发现任何异常情况。特殊的阀门设计确保在发生氢气泄漏时，氢气能够安全地消散到空气中，氢气比空气轻且无毒。与汽油蒸汽有本质区别，这些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安全特性，它们正在严苛的赛道环境中接受实际的检验。即便如此，这款氢燃料引擎仍然蕴藏着更为惊人的潜力。丰田方案最具革命性的地方，或许在于其务实精神，它并没有试图强迫人们改变现有的行为模式和使用习惯，而是巧妙地融入了人们熟悉的框架之中。人们很容易理解在加油站加注燃料的概念，机械师也对内燃机的基本原理了如指掌。学习曲线并不陡峭，这意味着如果相关的配套基础设施能够跟上，这项技术的普及速度可能会非常快。在当前许多气候解决方案往往需要人们做出巨大生活方式改变的背景下，这种平滑的过渡有力地证明，一个气候宜人的未来并非遥不可及。从本质上讲，丰田将各种独特的优势巧妙地融合，打造出了这一杰出的创新成果。它既保留了人们熟悉且热爱的驾驶体验，又解决了电动汽车至今仍在努力克服的诸多难题。无需为续航里程焦虑，无需花费漫长的时间充电，性能方面也毫不妥协。而实现这一切的方式，可能比现有的任何替代方案都更加环保。氢燃料燃烧技术堪称长途卡车运输、高性能车辆以及充电基础设施匮乏地区的理想解决方案。它也证明了绿色出行并不一定意味着牺牲，环保的进步可以通过巧妙的工程设计来实现，而不是强迫人们接受各种限制。随着这项技术的不断发展，它很可能彻底改变我们对清洁车辆的认知。未来的讨论焦点或许将从你愿意为环保做出多少牺牲，转变为可持续交通能够带来多少益处。这将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未来，并且它的到来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更近。所有的关键要素都已经准备就绪，工程方案切实可行，性能已经过充分验证，环保效益也显而易见。现在只需要将其推向主流应用。汽车世界正站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多年来，行业普遍认为电动汽车是通往可持续未来的唯一道路。然而，丰田的氢燃料燃烧引擎则展现了另一种可能性。这种方案有潜力吸引更广泛的驾驶者，并解决更多实际问题。最令人兴奋的是，这场变革正在当下发生。这些并非仅仅是实验室里的实验，也不是遥不可及的空中楼阁。真实的氢燃料燃烧车辆已经驰骋在赛道和公路上，在严苛的实际环境中验证着这项技术的可行性。这项进步并非诞生于理论性的论文，而是体现在一次次的赛事、一次次的测试中所取得的可量化的性能提升。如此切实的进展，使得我们很难简单地将氢燃料燃烧技术归类为又一项替代燃料的尝试。氢燃料发动机还引发了关于如何评估环境影响的有趣思考。当前的法规主要关注车辆的尾气排放物，然而真正的可持续解决方案需要考量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从原材料的生产到制造过程、运行阶段，直至最终的报废处理。如果采用更全面的评估指标，氢燃料技术相较于电池电动汽车可能更具吸引力。这是一种更为全面的清洁交通解决方案。展望未来，氢燃料技术的应用潜力远不止于乘用车领域。试想一下，工程机械、农用设备乃至远洋船舶都采用清洁的氢燃料驱动。这些领域由于其对高功率的需求以及严苛的工作环境，使得氢燃料技术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有望成为脱碳进程中的关键力量，其影响将远远超出个人交通领域。但是这项非凡的创新是如何诞生的呢？在成为现实之前，它的构想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请跟随我们一同探索。起源20余年的清洁汽车技术探索，20多年来，丰田汽车始终致力于研发更清洁的汽车技术。一切都始于1997年普锐斯的问世，它不仅仅是又一款汽车，更是全球首款量产的混合动力车型。当时，大多数汽车制造商仍然专注于传统的汽油发动机，而丰田却大胆突破，将高效的汽油发动机与电动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普锐斯的出现堪称一场颠覆性的创新，彻底改变了驾驶者和汽车制造商对燃油效率的认知。
这场最初看似奇特的实验，最终演变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有力地证明了环保汽车不仅实用可靠，而且更具吸引力。普锐斯的成功故事经历了数代车型的迭代更新，每一代车型都比前一代更加完善。丰田持续改进电池技术，优化动力管理系统，并提升车辆的空气动力学性能。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混合动力汽车已经从一个小众市场走向了主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丰田汽车的坚持不懈。然而，这家公司并未就此止步，他们将混合动力技术视为更大规模清洁交通革命的开端。2014年，丰田汽车再次凭借 Mirai 震撼了汽车界，这是他们的首款氢燃料电池车。与普锐斯采用汽油与电力混合动力不同， Mirai 彻底摒弃了汽油，转而采用先进的燃料电池堆，通过氢气与空气中的氧气结合产生电力，其唯一的尾气排放物是水蒸气。这项革命性的技术使得汽车能够像传统燃油车一样，在几分钟内完成燃料加注，同时实现零有害排放。Mirai 的推出清晰地展现了丰田汽车对于清洁交通的多元化信念，实现可持续出行并非只有一条道路可循。Mirai 的研发历程充满了艰辛，氢能技术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从清洁氢气的制取到构建安全的氢气储存系统等等。但丰田汽车坚持不懈，并通过后续的世代车型不断改进 Mirai， 他们成功地证明了氢燃料电池车不仅能够像传统汽车一样实用可靠，而且对环境更加友好。Mirai 的推出还展现了丰田汽车的长期规划，为未来的氢能源社会构建完善的基础设施。基于在混合动力和燃料电池技术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丰田汽车的工程师团队于2010年代初启动了一项更为宏大的项目，研发氢燃料内燃机。这与 Mirai 所采用的燃料电池技术截然不同，而是对传统的活塞式引擎进行改造，使其能够以氢气替代汽油作为燃料进行燃烧。其设计理念堪称精妙绝伦，保留汽油引擎的所有优点：悦耳的轰鸣声、灵敏的操控感、快速的燃料加注，同时彻底消除污染。开发这款氢燃料燃烧引擎需要丰田汽车克服若干艰巨的工程难题。氢气的燃烧特性与汽油存在显著差异，这需要对燃油喷射系统和引擎管理计算机进行全面的改造。氢气的储存是另一项重要的挑战，氢气需要储存在经过特殊加固的高压储罐中。然而，丰田汽车的工程师们拥有一个强大的秘密武器，他们凭借在传统发动机技术以及 Mirai 项目中所积累的数十年的氢能技术经验，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为了在真实的运行环境中验证这项技术的可靠性，丰田汽车在2021年采取了一项出人意料的举措，将轻动力卡罗拉赛车投入到了日本超级耐久赛的激烈竞争中。赛道是检验新型引擎技术的终极战场，能够让零部件承受极端的应力、温度和性能挑战。这辆轻动力卡罗拉赛车为丰田汽车提供了宝贵的关于耐久性、功率输出以及在严苛工况下燃料效率的实际运行数据。一个赛季又一个赛季，丰田汽车的赛车项目不断优化氢燃料燃烧技术，使其变得更加强大和可靠。丰田汽车深知这项庞大的工程超出了自身的能力范围，他们无法独自完成。那么他们是如何做的呢？他们与雅马哈发动机公司结成了战略联盟。这家以高性能摩托车和船用发动机闻名的引擎制造商为该项目注入了其在精密工程和燃烧调校方面的专业技术。双方紧密合作，共同优化氢燃料引擎的每一个环节，从燃料输送系统到废气处理装置。这次合作清晰地展现了丰田汽车实现氢燃料燃烧技术的坚定决心。他们愿意引入顶尖的人才，即便这些人才来自外部。丰田汽车前 CEO 丰田章男公司创始人之孙成为了氢燃料发动机最强有力的倡导者。作为一名狂热的赛车手，丰田章男经常强调，在实现环保目标的同时，必须守护驾驶乐趣。他认为，氢燃料燃烧技术既能够延续人们与汽车之间的情感纽带、引擎的声浪、车身的震动感以及直接的机械反馈，又能够积极推动交通运输的清洁化进程。在他的领导下，丰田汽车坚持探索多元化的清洁技术路线，而不是将所有的赌注都压在单一的解决方案上。丰田汽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每一项新技术都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普锐斯混合动力系统的成功为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纯电动汽车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而 Mirai 燃料电池车的研发则为未来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这种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研发策略，使得丰田汽车成为清洁交通解决方案领域的领航者。氢燃料发动机项目已经取得了多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工程师们研发的原型机能够输出超过400马力的强劲动力，有力地证明了氢能具备卓越的性能潜力，其热效率评级甚至可以与顶级的柴油发动机相媲美。
通过数千英里的实际车辆测试，包括严苛的24小时耐力赛，已经验证了该技术的卓越耐久性。每一项突破都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信心，氢内燃机有望成为传统汽油发动机和纯电动系统的可行替代方案。然而，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技术，这款看似前景光明的引擎面临着哪些挑战呢？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挑战氢燃料燃烧技术走向主流的障碍。尽管丰田汽车的氢燃料燃烧引擎代表着令人激动的技术创新，但在其真正成为主流解决方案之前，仍然需要克服若干重大的挑战。这些障碍涵盖了技术、经济以及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可能会影响该技术的广泛应用。目前，大多数氢气是通过蒸汽甲烷重整法生产的，这种工艺从天然气中提取氢气，这种被称为灰色氢的方法仍然依赖于化石燃料，并且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氢燃烧发动机的环保优势。理想的替代方案是绿色氢气，利用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驱动电解过程，将水分解为氢气和氧气。然而，绿色氢气的生产成本目前仍然非常高昂，大约是灰色氢气的3到4倍。此外，还需要大幅扩容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才能够支撑大规模的绿色氢气生产。在这些挑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氢燃料发动机可能无法完全兑现其环保承诺。另一个重大的障碍是加氢站的稀缺。截至2024年，全球仅有大约600座加氢站，主要集中在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相比之下，全球范围内的电动汽车充电桩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建设加氢网络的成本非常高昂，每一座加氢站都需要配备高压储氢罐以及专门的加注设备，这使得加氢站的部署速度远远落后于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建设速度。在加氢网络尚未普及的情况下，氢动力汽车面临着一个典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消费者如果无法便捷的加注氢气，就不会购买氢动力汽车，而企业如果看不到足够的市场需求，也不会投入巨资建设加氢站。氢内燃机还存在固有的效率问题。与燃料电池能够将氢气直接转化为电能且能量损耗极小不同，内燃机会将一部分能量以热能的形式浪费掉，这使得氢内燃机的能量转换效率低于纯电动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例如，纯电动汽车通常能够将大约80%的储存能量转化为驱动车辆的动能，而氢内燃机的效率可能仅能达到40%左右。这意味着行驶相同的距离需要消耗更多的氢气，从而导致运营成本的上升，并降低了整体的可持续性。虽然氢气的燃烧过程本身不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但会产生微量的氮氧化物，这种污染物同样存在于传统的柴油发动机的尾气中。氮氧化物的产生源于氢气在高温条件下燃烧时，空气中的氮气和氧气发生反应。丰田汽车已经开发出了先进的后处理系统来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但这无疑增加了发动机的复杂性和成本。要满足全球日益严格的排放标准，还需要持续优化这些后处理系统，这构成了另一项重要的工程挑战。然而，真正的挑战可能在于成本壁垒、高压储氢罐、专用的燃料喷射器以及氮氧化物后处理系统等部件，使得氢燃料发动机的生产成本高于传统的汽油发动机。此外，由于生产和分销网络的限制，氢燃料的价格目前仍然居高不下。在规模经济得到改善以及绿色氢能的价格显著下降之前，氢燃料燃烧车辆在价格层面可能难以与电动汽车以及传统的内燃机汽车展开有效的竞争。丰田汽车的氢燃料燃烧引擎虽然是一项令人瞩目的技术突破，但其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有效地攻克这些关键性的难题。如果能够成功跨越这些障碍，氢燃料燃烧技术有望在电池电动解决方案存在局限性的领域开辟新的天地，例如重型卡车运输、航空以及赛车运动等。不过，目前这项技术仍然处于积极的研发和测试阶段，未来的几年将至关重要，它将决定丰田汽车的氢燃料燃烧愿景能否真正从赛道走向大众市场。但其扎实的技术基础和独特的优势不容忽视。在可持续交通解决方案的竞赛中，丰田汽车或许已经推出了一位能够改变行业格局的有力竞争者。然而，丰田汽车的愿景远不止于赛车场。2023年推出的氢动力 Hilux 原型车标志着丰田汽车大胆进军商用车领域的举措。在这个领域，快速的燃料加注能力和强大的载重性能至关重要。与此同时，雅马哈基于雷克萨斯 RCF 跑车开发的氢燃料 V8 发动机也证明了这项技术能够在实现零排放的同时释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动力。氢燃料燃烧技术绝非仅仅是空中楼阁的幻想。
丰田的 Corolla 2和 Garish 2赛车已经在日本超级耐久赛中崭露头角，在极端严苛的条件下展现了氢燃料燃烧技术的耐久性和卓越性能。如今，这项技术已经走出了实验室的围墙，虽然仍处于测试和完善阶段，但已经获得了现实世界的验证。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可行的环保未来。但随着丰田汽车的持续推进，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世界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这场燃料革命？您认为丰田汽车研发的零排放氢燃料发动机能否从原型走向主流应用？亦或重重的挑战将阻碍其清洁未来的愿景？答案只能由时间来揭晓。但您又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真知灼见。如果您对更多颠覆性的创新技术感兴趣，请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请不要忘记点赞并分享。我们下期视频再会。